皮肉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脏被掏空的麻木。丧尸病毒是什么概念？是瞳孔瞬间扩散成死灰色的绝望，是喉咙只能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是至亲也能面不改色的把你推向深渊。上一世我就这样看着我妈被王浩推进了丧尸堆，而后被啃食的只剩白骨，而我的亲堂哥王浩正拎着我家最后一袋大米，抱着我的未婚妻苏晴在怀里，隔着防盗门嘲笑我：小莫，大姨老了，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推她出去是为了保全咱们全家。保全！我想哭，却发现眼球早就被丧尸抓爆。在这末世荒原里，亲人的血比丧尸的牙更毒。尖锐的鸣笛声响起，我从床上弹坐起来，下意识地捂住脖子，那里曾被丧尸撕开，鲜血喷涌，可如今却光洁一片。我猛地摊开双手，掌心光滑细腻，没有一道疤，更没有常年握刀留下的后劲。我回来了，这个念头让我浑身一颤，我几乎是滚下床，扑到床头柜前，一把抓起那部早就该碎成渣的手机，指尖颤抖着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一行数字狠狠撞进我的瞳孔。2124年7月15日，距离末日还有1个月。窗外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我吓得一哆嗦，本能的就想往床底下钻。打桩机，我僵硬的扭过头，窗外吊车缓缓运作，而不是扭曲的丧尸在嘶吼。久违的和平景象刺得我眼睛发酸，我手抖得厉害，凭着肌肉记忆翻出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拨了出去。小莫，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妈妈的声音，是活着的妈妈。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喉咙里像是堵了块石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小莫，说话，你别吓妈妈。电话里的声音瞬间慌了。妈，我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字，哭得更凶了。我好想你。脑子里闪过妈妈被王浩推进尸潮的画面，恨意几乎将我吞噬。上一世我把王浩当亲哥哥，掏心掏肺，他却伙同我的未婚妻，害死我全家，抢走我们所有物资。我死死咬住嘴唇，逼自己冷静下来。妈，你和爸现在就来我这儿，立刻，马上。天大的事！电话那头，我妈显然被我的语气吓到，我听见她冲着屋里大喊：老王，快点，儿子出事了！挂了电话，我冲进浴室，拧开水龙头，把脸埋进刺骨的冷水里。抬头，镜子里的男生脸色惨白，但那双眼睛里是淬了毒的恨和不惜一切的决绝。王浩，这一世我绝不会再做老好人。我爸妈几乎是踹门进来的，看我好好的站着，只是眼睛肿得像核桃，才算松了口气。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我把1个月后的流星雨病毒爆发、丧尸横行，还有我们家的结局，一字不漏地全说了出来。我妈的脸色越来越白，手都在抖，她试探着问：小莫，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做噩梦了？我摇摇头，看着他们，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所以我给你们2个预言。第一，后天7月17号下午3点03分，东郊化工厂会爆炸。新闻汇报，但只会说是消防演习，无人伤亡。我顿了顿，抛出第2个重磅炸弹。第二，这个月底，王浩会借口带你们去乡下看老宅，说是给我一个惊喜。同行的还有我的未婚妻苏晴。这2个预言，一个用来证明末日，一个用来让你们看清我们家养了2条什么样的白眼狼。我爸死死地盯着我，半晌，他吐出一口浊气，声音沙哑：好。他转身进了卧室，没一会儿，抱出来一个沉甸甸的保险箱，里面是房产证、存折、金条，这是咱家全部的家底。爸，信你，不管真假，爸陪你赌这一把。等待的2天，每一秒都是煎熬。7月17号下午2点50分，我们一家3口死死盯着电视，谁也不说话。3点、3.01、3.02，新闻里还在放着财经报道。我妈的脸色又开始发白，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的心沉了下去，手心全是冷汗。难道重生改变了历史？就在这时，画面一闪，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本台快讯：今日下午3点03分，我市东郊一化工厂发生燃爆，现场无人员伤亡。据悉，这可能是一次计划内的消防演练。播报员的声音此刻听来如同天籁。我爸豁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妈捂着嘴，眼里的震惊藏都藏不住。爸，我喊他，他转过头，眼神复杂的像一团乱麻，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我马上去联系人卖房卖铺子。小莫，你跟你妈列单子，要什么买什么，钱管够。我们家的末日引擎在这一刻彻底点燃。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爸爸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以最快的速度将家里的固定资产变现，现金如流水般汇入我的账户。我和妈妈则成了购物狂人，我们租下了一个郊区的仓库作为中转站，以开办大型农家乐的名义开始疯狂采购大米、面粉、各种杂粮，直接按吨买。食盐、白糖各类调味品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真空包装的肉类、脱水蔬菜、罐头食品塞满了整个冷库。我利用前世的经验，采购了大量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物资，大量的抗生素、消炎药、碘伏纱布，还有各种维生素片，能够反复使用的打火石、净水设备，大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和蓄电池，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尤其是那些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的。妈妈比我更细心，她采购了足够我们用几十年的日用品，从卫生纸到牙膏，从棉衣到雨鞋，无一遗漏。每一天都有数不清的货车驶向我们租用的仓库，我们像2只忙碌的蚂蚁，将一个又一个的空货架填满。城市的繁华依旧，没有人知道一场浩劫正在悄然逼近，而我们
正在与时间赛跑，为即将到来的黑暗构筑一个温暖的巢穴。半个月后，我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几辆伪装成物流公司的大卡车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连夜驶向了乡下的老家。老宅坐落在深山里，是一座几十年前用石头垒起来的老院子，坚固异常。这里几乎与世隔绝，是天然的避难所。抵达的第二天，改造工程就立刻开始了。爸爸找来了最可靠的施工队，都是跟他多年的老伙计。我们以养老和防备山体滑坡为由，对老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加固。院墙被加高加厚，上面嵌满了碎玻璃和铁丝网，所有的门窗都换成了防盗级别最高的玻璃，是特制的防弹玻璃。最重要的是地下室的改造，我们将院子里的老地窖向下深挖，用钢筋混凝土浇筑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安全屋，通风排水电力系统一应俱全。入口被巧妙地隐藏在了主屋的一个壁炉后。邻里乡亲们对我们家的大动作感到好奇，但都被爸爸用城里待腻了，回来享清福的理由给搪塞了过去。山里人淳朴，见我们态度坚决，便也不再多问。忙碌中，时间到了周六，桌上的手机疯狂震动。我看了一眼屏幕，王浩，我妈正忙着清点刚运到的发电机，听到铃声，抬头看向我，我按下了免提。小莫，怎么才接电话呀？王浩那甜的发腻的声音传了出来。我和苏晴已经到车站了，正准备往咱乡下老宅赶呢。你和叔叔婶婶都在家吧？我冷笑一声，对着话筒却换上一副如常的语气。在呢，正打算打扫一下院子。哥，你带苏晴来干什么？哎呀，说了是惊喜吗？一会儿见，保准让叔叔婶婶大吃一惊。电话挂断，屋里安静的可怕。我妈握着记事本的手气得发抖，她看向我爸，我爸没说话，只是默默走到门口，拎起一把劈柴斧头掂了掂，放在门后最顺手的地方。下午2点，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了老宅门口，轿车后面跟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在车窗后打量着邻家老宅。王浩下车时心虚的朝后看，低声对苏晴说：“放心，我找了黑哥他们带路，只要进了老宅，这房子就是咱们的，到时候分他们几袋米就行。”王浩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看起来少年感十足，手里提着2盒廉价的补品。站在他旁边的是我的未婚妻苏晴，她今天穿得很正式，一身精致套装，妆容得体，发丝不乱，还系了条优雅丝巾，只是眼神闪烁，不敢跟我对视。叔叔阿姨，王浩一进门就热络的打招呼：“叔叔婶婶，快来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我妈僵硬的扯了扯嘴角，没说话。我爸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阴着脸，架势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王浩没察觉到气氛不对，或者说他太兴奋，兴奋到迫不及待要撕开那层遮羞布。他一把拉过苏晴的手，十指紧扣，耳根微红的侧过脸去：“叔叔婶婶，其实今天来是有件大事要跟你们商量。”苏晴干咳一声，自以为深情的开口：“叔叔阿姨，我知道这件事对小莫不公平，但我跟王浩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已经有孩子了。”砰的一声，我妈手里的水杯直接砸在地上，摔得粉碎。王浩赶紧上前一步，语气诚恳的让人坐：“叔叔，小莫毕竟还年轻，他以后还能找更好的。”苏晴说了，只要你们同意，这老宅以后翻新了，我们也给小莫留个房间，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我站在里屋看着他们表演，心里那股鸡鸭两世的暴力几乎要冲破胸腔。上一世我爸妈就是被这副一家人的嘴脸蒙蔽，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我爸猛地站起身，手已经摸到了门后的斧头柄。你们刚才说老宅给小莫留个房间，我爸的声音低沉的可怕。对呀，叔叔，苏晴家正好要拆迁，这老宅地段好，我们打算把这儿当婚房，以后接您二老来享福。王浩话还没说完，我爸突然冷笑一声，猛地一拍桌子：“滚！”王浩愣住了，苏晴也傻眼了。叔叔，您是不是没听清？我们是说我让你们滚。我爸指着大门，眼珠子都红了，带着你的野女人，立刻给我滚出邻家的地界。王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狠。叔叔，你别给脸不要脸，小莫这种死脑筋，苏晴早就不想要他了。这老宅也有我爸的一份，凭什么全给你们？我卡着时间，看准时机，从里屋出来。哥，你别急，既然你想要这房子，我们可以谈。王浩眼睛一亮，还是小莫识大体。我走过去把他拉到门口，贴在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想要房子可以，但你得有命住进去才行。”就在这时，远处的天边突然划过一道诡异的红光，紧接着地面毫无征兆的剧烈颤动一下，我心脏猛跳，终于来了！我一把将王浩推出门外，就如同前世他将我们一家推出门外一样。我冲到门边，死死扣住了合金大门的开关。爸妈，进屋！王浩被我推了个趔趄，正要发作，却发现天色瞬间暗了下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声隐约从山林深处传了过来。我看着门外还没反应过来的2个人，露出了重生以来的第一个真诚笑容。既然这么想要老宅，那就在门外好好守着吧。咔嗒，合金大门彻底锁死，合金门在王浩和苏晴面前轰然落下，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小莫，你疯了吗？王浩尖叫着拍打着门板，指甲在金属表面划出刺耳的声响。苏晴脸色煞白，转身想往外跑，
却发现院子的大门也在同一时间自动关闭，整个院落在这一刻变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远处的嘶吼声越来越近，夹杂着什么东西被撕裂的声音。我抱着臂，面无表情地看着监控里上演的好戏。爸，启动院墙的电网，林父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开关，院墙顶端的铁丝网瞬间通电，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小莫，这样会不会？林母的声音有些颤抖。妈，农夫与蛇的事，你还想再经历一遍吗？我转过头，眼神冰冷。前世他亲手把您推进尸巢，然后躲在屋里吃着我们家的大米，笑着说您是累赘。我妈不再说话，只是攥紧了手。监控画面里，王浩和苏晴已经意识到不对劲，天空的颜色变得诡异，湛蓝天际被一层血红色的雾气笼罩，太阳周围出现了2个光晕，形成3日并线的奇景。气温在短短几分钟内骤降，王浩穿着单薄的运动服，冻得瑟瑟发抖。苏晴，我们快想办法离开吧。他慌乱的四处张望。苏晴试图翻越院墙，刚碰到铁丝网就被电得弹了回来，摔在地上惨叫不止。就在这时，山林深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紧接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跌跌撞撞的冲了出来，是村里的老王。他的脸上布满抓痕，一只眼球从眼眶里垂下来，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灰白色。救命！老王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但下一秒他的身体突然剧烈抽搐起来，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骨骼发出咔咔的脆响，脊椎诡异的弯曲，整个人趴在地上，像一只猎食的野兽。他的眼睛彻底变成了死灰色，嘴里流出黑色的咸水。丧尸！苏晴的声音都变了调。已经变成丧尸的老王猛地抬起头，死灰色的眼珠锁定了院子里的2个人。他发出一声嘶吼，4肢并用地朝院门扑来。王浩吓得尖叫，拼命拍打着合金门。林默，快开门，求你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站在监控前，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前世我也是这样求你的。我轻声说，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来着？我按下对讲机的按钮，声音通过扬声器传到院子。哦，我想起来了，你说小莫大难临头各自飞，你别怪哥哥狠心。王浩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前世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是吗？我冷笑。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把苏晴推出去喂丧尸，然后自己躲起来。王浩的身体僵住了。苏晴猛地转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王浩，他在胡说八道，你不会的对不对？王浩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更多的嘶吼声，不止一只丧尸，是一群，他们闻到了活人的气息，疯狂地撞击着院。合金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但纹丝不动。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幕。这扇门是我用前世的经验特制的防丧尸合金门，能承受数吨的冲击力。但院子里的2个人不知道，他们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丧尸聚集在门外，腐烂的手掌拍打着门板，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小莫，求你了，我们是一家人啊！王浩哭喊着。一家人？抢走我们家所有物资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我们是一家人？我打断他，王浩，你不是经常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吗？现在就各自飞吧！我关掉了对讲机，监控画面里，王浩彻底崩溃了，他疯狂地砸着门，指甲都断了，鲜血顺着门板流下来。苏晴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就在这时，院子角落里传来一声异响，那是我故意留下的一个破绽，一扇看起来很脆弱的侧门。王浩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冲了过去。这里有门！他拼命地踹着门板，木门发出咔咔的声响。苏晴也爬起来，2个人合力，终于把门踹开了。他们冲进屋内，砰的一声关上门，屋里一片漆黑。王浩摸索着找到电灯开关，啪的一声，灯亮了。客厅里堆满了纸箱，上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压缩饼干净水设备、医疗用品。王浩的眼睛瞬间亮了。苏晴，你看，物资，全是物资。他疯狂地扑向最近的一个箱子，撕开封条，里面装满了废报纸和石头。王浩愣住了，他不信邪地打开第2个箱子，还是废报纸和石头。第3个、第4个，所有的箱子全是空的，最上面压着一张白纸。王浩颤抖着拿起来，上面只有1行字：惊喜吗？想要物资，下辈子吧，爱你的弟弟小莫。王浩瘫坐在地上，看着那堆废纸，大脑一片空白。还没等他哭出声，紧闭的房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砰！门板被蛮力踹开，光头男人带着一身血腥气，冷笑着走进来，手里还拎着一根带血的钢管。他身后跟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壮汉，直接把狭小的客厅堵得死死的。光头男人随手挑起一张废纸，眼神阴鸷的可怕。王浩，这就是你说的堆成山的罐头和米面，老子冒着被丧尸咬碎脑袋的风险，一路护送你们这对狗男女过来，你就给老子看这个！王浩吓得浑身一抖，拼命往后缩。黑哥，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光头男人一把揪住他的头发，你敢耍老子？不是，真的不是，是林默，是他骗我们的。王浩尖叫着，林默是谁？老子管他是谁！光头男人一巴掌扇在王浩脸上，既然没物资，那你们就是物资。苏晴想要上前保护王浩，却被另外2个男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别打了！苏晴蜷缩成一团。监控室里，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底深处闪过一丝畅快。林母别过头，不忍再看。我爸则默默地走到监控前，
看着外面那副人间地狱的景象，一言不发。但紧绷的下颚线暴露了他压抑的怒火，活该！他一字一句地说。监控画面里，光头男人突然注意到苏晴的手臂，那里有一道明显的咬痕，伤口周围的皮肤已经开始发黑。你被咬了！光头男人猛地后退，苏晴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不可能，我明明只是被擦伤了，但伤口的变化不会骗人。黑色的纹路像蛛网一样顺着血管向上蔓延，已经爬到了肩膀，把他扔出去！光头男人吼道。两个手下立刻上前，架起苏晴就往门外拖。不要！王浩，救我！苏晴拼命挣扎，伸手想要抓住王浩。王浩站在原地，脸色惨白，身体在颤抖。他看着苏晴，又看了看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最终他咬着嘴唇后退了一步。王浩！苏晴的声音里满是绝望和不可置信。对不起。王浩闭上眼睛，声音颤抖。我也想活下去。苏晴的眼神彻底死了。他不再挣扎，任由那些人把他拖到门口。就在门打开的瞬间，外面的丧尸疯狂地涌了进来。苏晴被扔进尸巢，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院子。光头男人迅速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着粗气，差点被咬了。王浩瘫坐在地上，浑身颤抖。他刚才亲手放弃了苏晴，那个说要爱他一辈子的女人。监控室里，我轻笑一声，前世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爸的。我轻声说，打断他的腿，抢走他身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然后把他扔进丧尸堆。我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另一个按钮，客厅里隐藏在墙壁里的高频发射器启动了，人类听不见的频率波开始向四周扩散。这是我前世学到的，丧尸对某些特定频率极度敏感，会不顾一切的涌向声源。院子外，原本分散的丧尸突然像疯了一样，疯狂地撞击着院门。不止院门，连院墙都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密密麻麻的灰白色身影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院子被丧尸包围了。王浩，我为你点的这首丧尸狂想曲，喜欢吗？客厅里的几个人也察觉到了异常，怎么回事？丧尸怎么越来越多？操，他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光头男人脸色铁青，他猛地转向王浩，是不是你搞的鬼？不是，真的不是我。王浩哭喊着，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那个什么林墨。光头男人咬牙切齿，他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他冲到窗边，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但窗外的景象让他头皮发麻。整个院子已经被丧尸填满了，他们层层叠叠，像蚂蚁一样往上爬，试图翻越院墙。有几只已经爬到了墙头，但被电网电得浑身冒烟，摔了下去。但更多的丧尸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往上爬。完了，我们完了！光头男人瘫坐在地上，王浩也看到了窗外的景象，他彻底崩溃。林墨，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他对着天花板尖叫，声音凄厉的像厉鬼。监控室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我转身走向装备室，爸妈，我要出去一趟。什么？林母惊呼，外面那么危险，这里只是临时避难所，不是堡垒。我抽出背包，开始往里面塞东西。我必须去一个地方，拿到能让我们真正活下去的东西。我没有说谎，但也隐瞒了最重要的部分。方舟地堡，那个前世无数人梦想的末日堡垒，它的主系统将在72小时后进入永久休眠，一旦错过，就算是神仙也别想再打开那扇门。我必须去。我换上用特殊纤维材料制成的防咬服，套上战术靴，将一把消防斧和军用匕首别在腰后。小莫，我妈眼眶红了，死死拉着我不放。妈，这里的防御足够坚固，物资也够你们用1年以上。我抱了抱她，感受着这失而复生的温暖。等我回来，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我不敢再多说一个字，转身走向地下室深处。我怕再多看他们一眼，复仇的决心就会动摇。按下壁炉后的隐秘开关，墙壁无声划开，露出一条漆黑的地道。地道里只有我沉重的呼吸和脚步声。走了近半个小时，一股混杂着血腥和腐烂的恶臭从出口处传来。我出来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我记忆里最熟悉的炼狱。天空是压抑的铅灰色，血红色的诡异光带在云层中翻滚。远处城市的方向浓烟滚滚，爆炸声此起彼伏。我攥紧了手里的消防斧，将一层特制的能掩盖活人气息的药膏仔细涂抹在防氧服外。开始了。我沿着记忆里那条最隐蔽的路线，贴着断壁残垣的阴影，无声的穿行。前方的巷口，一只穿着白大褂的丧尸正在啃食着什么，他的动作迟缓，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嚎嚎声。我没有绕路，时间不允许，我放轻脚步，像一只猫从他身后悄悄接近。就在离他只有3步远的时候，那丧尸仿佛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一张腐烂到只剩一半的脸正对着我，浑浊的眼球里没有任何神采，只有纯粹的饥饿。他嘶吼一声，张开黑洞洞的嘴朝我扑来。我没有后退，而是身体一矮，消防斧自下而上，用斧柄狠狠地撞在他的下颚上，咔嚓，颈骨断裂的脆响。丧尸的扑尸一致，我抓住这个空隙，斧头调转方向，锋利的斧刃带着风声，结结实实地劈进了他的太阳穴。我一脚踹在他胸口，将斧头拔了出来。整个过程不到3秒，这是我用前世3年的血与泪
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本能。我继续前进，天色越来越暗。就在我准备找个地方过夜时，一声枪响划破了死寂。我立刻蹲下，躲在一辆废弃的公交车后。枪声是从不远处的加油站传来的。我悄悄摸过去，透过便利店破碎的玻璃窗，看到了里面的景象：一个高大的男人背靠着货架，腿上鲜血淋漓，正在被5、6只丧尸围攻。他手里只有一把匕首，但动作异常凶悍，每一刀都精准地刺入丧尸的眼窝。可他失血太多，动作已经开始慢了下来。一只丧尸绕到他身后，张嘴就朝他的脖子咬去。是沈静，前世最强基地黎明的建立者，那个在末日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男人。我没有丝毫犹豫，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自制的燃烧瓶，点燃布条，用尽全力扔了过去。燃烧瓶在丧尸群中炸开，火焰轰然升腾，将2只丧尸瞬间点燃。凄厉的嘶吼吸引了所有丧尸的注意。沈静抓住这个机会，一瘸一拐地冲向便利店后门，和我撞了个正着。他看到我全副武装的样子，愣了一下，但立刻举起了手里的匕首，眼神警惕。你扔的？为什么救我？他喘着粗气，靠在门框上。多个人，多条路，我言简意赅。沈静打量了我几秒，忽然咧嘴笑了，只是那笑容因为失血而显得有些惨白。有意思，我叫沈静。林默，我从背包里掏出医疗包扔给他，处理一下，我们没多少时间。他接过去，打开看到里面齐全的抗生素和止血绷带时，动作明显顿了一下。你准备的比军队还充分。他一边给自己消毒，一边说，想活命就得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沈静包扎伤口的手法很专业，很快就处理好了。他试着站起来，看着我问，你一个人要去哪？废弃的第3军事基地。沈静的眼神瞬间变了，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因为我经历过。我不想多解释，转身看向外面，火光已经吸引了更多的丧尸，这里不能久留，走吧。我知道一条近路。沈静没有再追问，他似乎看出来我身上藏着巨大的秘密。你不好奇我这腿怎么回事？路上，他忽然开口，不好奇，你这人真没劲。我没理他，只是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猛地拉住了他。他刚想问为什么，就看到一群至少30只丧尸从拐角处涌了出来，其中甚至有几只奔跑速度极快。沈静的后背渗出了冷汗，如果刚才直接冲过去，他们现在已经被撕碎了。他看向我的背影，眼神愈发复杂。我们2人在废墟中穿行，他的战斗经验加上我对未来的预知，让我们避开了绝大多数致命的危险。天快亮时，沈静忽然压低了声音，我退伍前参与过一个叫潘多拉的绝密项目，研究地外病毒。我的脚步停住了。3个月前东郊化工厂那次，不是演习。他看着远处的天际线，声音冰冷，是人祸。我的心脏狂跳起来。前世我只知道挣扎求生，从没想过这场灾难的源头。末世不是天灾。沈静一字一句，像是在宣判，是清洗。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攥紧了消防斧。原来如此。2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那片荒草丛生的山坳。看着那座破败的水塔，沈静的眉头拧成了疙瘩。这就是你说的基地？我没回答，径直走到水塔下，拨开杂草，掀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下面是泛着冷光的合金密码盘。我的手指搭了上去，一种深入骨髓的肌肉记忆让他们开始自行舞动。16位的复合密码。我曾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1年，每天都会在心里默念1000遍。咔，沉闷的机械声从地底传来。地面开始轻微震动，水塔后方的地面缓缓裂开，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金属斜坡。沈静的呼吸都停了。高强度复合装甲能防钻地弹，这不是废弃基地，这是方舟。他失声喊道，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你到底是谁？我拨开他的手，走到斜坡入口，一个回来讨债的死人。我们走下斜坡，厚重达半米的圆形合金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关闭，地堡内的感应灯依次亮起。我走到主控制台前，双手在键盘上敲下了一行指令，系统识别中，权限确认，最高等级。冰冷的机械女声在大厅里响起，欢迎回来，林默管理员。沈静站在我身后，看着屏幕上弹出的庞大物资清单和武器储备列表，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看到武器库里那些连他都只在图纸上见过的实验性装备，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他一句话还没说完，整个地堡突然红光大作，刺耳的警报声瞬间撕裂了这片刻的安宁。我猛地抬头看向主屏幕，一行血红色的警告狠狠地撞进了我的眼睛。警告：检测到未知生物信号，信号来源地堡内部 B 地下层样本冷冻区。地堡内，紫色的高频紫外线灯光将大厅染成了一种诡异的深邃。沈静靠在射击位旁，手里的步枪斜指地面，他还在消化我刚才说的那番话。潘多拉定向爆破清洗，他低声重复着，每一个词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我们之前流的血到底算什么？我没看他，手指在控制台的虚拟键盘上飞速掠过，算代价。我调出了监控画面，山坳入口处，3道穿着深灰色战术服的身影正贴着岩壁迅速推进，带头的那个人
即便隔着模糊的监控和防毒面具，我也能认出他走路的姿势。陈峰，前世他为了抢夺我手里的样本，亲手打断了我的肋骨，把我丢进满是丧尸的化工厂车间。那一刻的窒息感，到现在还像一根冰冷刺扎在我的脊髓里。沈静，你的仇人到了！我指了指屏幕，沈静凑过来，在看清那个领头人的瞬间，他握枪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是他。他想熔掉闸门。我看着陈峰从背囊里掏出铝热剂切割器，他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防核地堡。我按下了通讯器的外放键，地堡外的斜坡地道里，陈峰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了进来，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军方特殊清理小组，由于系统故障，地堡已被临时接管，立刻开启闸门，交出控制权限，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我拿起话筒，语速缓慢，不带一丝温度。陈队长，铝热剂的燃点是2500度，但我建议你先看看脚下。地道里的陈峰动作猛地僵住，他低头看去，原本平整的合金地面不知何时裂开了无数细小的缝隙，暗红色的液体正顺着缝隙缓缓溢出，那是汽油。陈峰身后的队员惊恐地喊道：“不是凝固汽油！”我按下了遥控器上的红色推杆，轰！地道顶端的喷淋头瞬间喷射出炽热的火流，那是专门为清理大规模感染者设计的防御矩阵。火舌在狭窄的地道里疯狂卷动，瞬间将空气中的氧气抽干。惨叫声透过监控器传进大厅，凄厉的让人头皮发麻。陈峰的2名队员瞬间变成了火球，在地上疯狂翻滚。陈峰反应极快，他一个侧扑躲进了排水区的阴影里，但那条特种材料制成的战术库也被烧掉了一半。陈峰，祝你玩得开心！陈峰躲在死角里狂吼，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你到底是谁派来的？我关掉话筒，转头看向沈静，去吧，排污管道的出口在后山，他只能从那儿逃。沈静没说话，只是对着我点了一下头，转身冲进了黑暗的甬道。我重新坐回控制台前，看着监控里陈峰狼狈地钻进排污管，想活命，在这里连死都是一种奢望。我调转了监控视角，看向地堡最深处的 B3区，那里整齐排列着12个巨大的圆柱状培养舱，幽蓝色的营养液中，一个个强壮的躯体正静静地漂浮着，它们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青灰色，血管里流淌着淡红色的荧光。老猫，那个沈静嘴里已经战死3年的副队长。我走到培养舱前，伸手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前世我被囚禁在潘多拉实验室时，曾亲眼看到他们是如何利用这些英雄的尸体进行基因缝合的。他们想造出最完美的杀戮机器，而这一世，我截留了所有的实验数据，并在地堡里完成了最后的重组。检测到管理员靠近，逆火程序初始化完成，是否唤醒？我看着玻璃后面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轻声开口：唤醒。营养液开始迅速抽离，培养舱内传出沉闷的电机运转声，舱门缓缓向两侧滑开。老猫的手指动了动，紧接着他猛地睁开眼，那不是人类的黑白分明，而是一双透着暗红色幽光的瞳孔，像是在地狱深处点燃的残烛。他机械地跨出培养舱，赤脚踩在冰冷的合金地面上。任务说：勿经常。沙哑的声音从他喉咙深处挤出来，带着金属摩擦的质感。任务是活下去，然后杀光那些穿白大褂的畜生。我将一套黑色的战术外骨骼丢在他面前。老猫低头看着那套装备，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随后是彻底的冰冷。他开始熟练地穿戴装备。与此同时，后山的乱石堆里，沈静静静地蹲在排污管出口的上方，手里握着那把沾满黑血的军用匕首。哗啦，满身焦黑、断了一条手臂的陈峰从管道里滚了出来，他像条死狗一样趴在泥水里，大口喘着粗气。该死，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挣扎着想要去摸腰间的配枪，一只沾满泥土的军靴却重重地踩在了他的手腕上。沈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月光照在沈静那张布满伤痕的脸上，显得格外狰狞。陈队长还没请教，我这条腿的账该怎么算？陈峰看清来人的瞬间，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沈静，你不是死在边境了吗？阎王爷嫌我太吵，让我回来带你下去。沈静没给他求饶的机会，匕首猛地刺入陈峰的肩膀，避开了要害，却精准地挑断了筋膜。陈峰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告诉我潘多拉的总部在哪？沈静的声音很轻，却透着一股让人绝望的寒意。陈峰疼得浑身打摆子，眼神闪烁。我说，在公海利维坦号。噗嗤，沈静手起刀落，匕首直接贯穿了陈峰的喉咙。我知道在那。沈静站起身，任由鲜血溅在脸上。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临死前会不会说真话？他抬头看向山顶的地堡，我正站在天台上，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红色极光在天际翻涌，映照着这片荒凉的大地。沈静走回地堡大厅时，老猫已经站在了灯光下。两人对视的瞬间，沈静手里的步枪直接掉在了地上。老准，老猫，他的声音在颤抖。老猫缓缓抬起头，那双红色的眼睛盯着沈静看了很久，最后僵硬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队长，
沈静冲过去，死死抱住老猫的肩膀，却发现那具身体冷得像冰，硬得像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静转头看向我，眼神里有感激，更有恐惧。他们是逆火。我走到两人身边，视线投向主屏幕上正在生成的全球感染地图。他们保留了战斗本能，但失去了痛觉和恐惧。他们是这个末世里唯一能和那些怪物抗衡的力量。我指向屏幕中心那个巨大的光点利维坦号。潘多拉的人已经察觉到地堡被激活了，30分钟后，他们的卫星打击就会覆盖这里。我看向沈静，又看向老猫和刚刚苏醒的其他10名战士。我们要走，去他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去把那个地狱彻底烧成灰。我将磁盘推入主控台，地堡深处的运输机库开始缓缓开启。沈教官，这场复仇你敢跟到底吗？沈静抹掉脸上的泪水，重新捡起步枪，咔嚓一声推弹上膛。老子这辈子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巨大的升降台将我们送上地面，运输机的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幽蓝色的火焰在暗夜中格外刺眼。我站在机舱门口，看着远方天际线下疾驰而来的导弹尾焰，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炸吧，旧的世界已经死了，新的地狱由我来接管。运输机冲天而起，消失在铅灰色的云层中。身后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将整个山坳彻底夷为平地。在这片废墟之上，复仇的序幕才刚刚拉开。机舱内，12名红眼战士静静地坐着，像是一尊尊沉默的战神。沈静坐在老猫身边，握着他的手，虽然那只手没有温度。我坐在驾驶位上，拉升操纵杆。利维坦，我回来了。就在这时，机舱内的雷达突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一个巨大的干扰信号正从海平面的另一端强行切入了我们的通讯频道。林先生，欢迎踏上归途。一个戴着金色面具的男人出现在屏幕上，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但你确定你带回来的真的是你的战友吗？老猫的身体突然僵住了，那双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监控器。机舱内的灯光因为电子干扰变得忽明忽暗，金色面具男人的声音在狭窄的空间里回荡，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戏谑。老猫原本僵硬的身体突然开始剧烈震颤，骨骼深处传出密集的咔吧声，像是某种生锈的机械被强行启动。他那双暗红色的眼睛里红光由暗转明，最后竟透出一股死寂的灰。老猫，沈静察觉到不对，下意识伸手去扶对方的肩膀。老猫猛地转头，动作快得带出一道残影。他那条被强化过的左手精准地扣住了沈静的喉咙，五指收拢，发出金属摩擦般的挤压声。指令确认。老猫的声音不再沙哑，而是变成了一种毫无感情的合成音。清除非法目标。周围的10名逆火战士同时站了起来，动作整齐划一，黑漆漆的枪口全部指向了驾驶位上的我。沈静被拎在半空，脸色因为缺氧变得青紫，但他那双眼睛死死盯着老猫，右手颤抖着按在配枪上，却迟迟拔不出来。林默，走。沈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从后视镜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右手并没离开操纵杆，左手却在控制台底部的隐秘格子里摸到了一个暗扣。执旗人，你还是这么喜欢玩弄这种低级的后门程序。我对着通讯器冷笑一声，眼底没有丝毫慌乱。前世我就是在这一招上吃过亏，眼睁睁看着沈静被老猫亲手撕碎。同样的坑，我不会掉进去第2次。林先生，你以为你重组了基因就能抹掉潘多拉留下的烙印？金色面具男人轻笑，他们生是公司的兵，死是公司的鬼，现在杀掉他。老猫的右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震动匕首，就在那柄寒光凛冽的刀尖即将刺入沈静胸口的刹那，我猛地按下了按扣，自适应防火墙开启。嗡，一股肉眼不可见的高频电磁脉冲从机舱底部的发射器中爆开，机舱内的电子屏幕全部烧毁。金色面具男人的声音戛然而止，老猫那双红色的眼睛闪烁了2下，随后彻底熄灭。他那强壮的身躯像是失去了支撑的雕塑，砰的一声砸在甲板上，沈静也跟着摔了下来，大口的贪婪呼吸着空气。其他逆火战士也纷纷瘫倒，机舱内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引擎的轰鸣还在继续。老猫，老猫！沈静顾不得脖子上的淤青，扑到老猫身边，拼命摇晃着对方的身体。别晃了，他没死。我拉升操纵杆，运输机冲破最后的云层，前方海平线上出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钢铁巨兽利维坦号。它像一座漂浮在深海之上的孤岛，无数探照灯光束在海面上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切断了他们的远程连接，顺便烧掉了他们脑子里的控制芯片。我目视前方，语气平淡。现在他们是真正的死人了，只能靠战斗本能行动。沈教官，如果你想让他们在那边安息，就得先帮我把利维坦炸沉。沈静沉默地站起身，他看向窗外那座罪恶的平台，眼神里的痛苦逐渐被一种毁灭性的疯狂取代。他走到武器架旁，抓起2枚高爆破片雷，咔嚓一声挂在战术背心上。老猫，再陪我冲一次。他低声呢喃，像是在对老猫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此时，利维坦号已经发现了我们，平台上的近防炮开始疯狂吐信，密集的夜光弹在夜空中编织出死亡的火网。运输机剧烈颠簸，机翼被削掉了一角，火星四溅，准备空投。我推开机舱门，刺骨的海风卷着咸腥味倒灌进来。我没有被飞行器，只是反手从背后的剑匣中抽出了那柄晶体长剑，剑身在月光下透着冰冷的微光，微微颤动，发出细微的嗡鸣。沈静背起单兵飞行器，对着我点了下头，随后第一个跃入黑暗，紧接着12名重新睁开眼，眼神木然却充满杀气的逆火战士也相继跳下。我站在舱门边缘，看着下方那座巨大的钢铁祭坛。克莱文，这一寨该清了。我纵身跃下，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的流光，直插利维坦的中心指挥塔，重力拉扯着我的身体飞速坠落。耳边是狂暴的风声，下方的利维坦号在视线中迅速放大。我能看到甲板上奔跑的守卫，能看到那些架起的重机枪正疯狂朝天射击。我反手握住晶体剑，体内的气血由于高速坠落而剧烈翻涌。轰！我重重地砸在指挥塔顶层的露天平台上，脚下的特种钢板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瞬间凹陷崩裂，裂纹像蜘蛛网一样向四周扩散。2名守卫还没看清来人，我手中的长剑已然横扫而过，没有切割肉体的组织感，只有2道血线在空气中炸开，半透明的剑尖划过空气，将周围的水汽瞬间蒸发成一团白雾。我站起身，任由残血顺着剑刃滑落。喋血！在天台，警报声响彻整座平台。我迈开步子，每一步踏在钢板上都发出沉重的闷响。通往指挥塔内部的合金大门被我一脚踹开，迎面而来的是密集的子弹。我没有躲闪，前世我在这座实验室里被注射了无数次强化药剂，我的骨骼比钢铁还要坚硬，我的反应速度早已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我身形微侧，长剑在身前舞出一道密不透风的圆弧，当当当，弹头撞击在剑刃上，溅起一连串火星。我顺着冲力直接撞进人群，长剑精准地掠过每一名守卫的咽喉。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与此同时，平台的另一侧传来了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沈静带着逆火小队已经从侧翼强行登陆，老猫像一台人形坦克，手里拎着一根扭曲的钢梁，直接扫平了一排机枪阵地。他们没有痛觉，不惧死亡，哪怕子弹打在身上，也只是带出一串暗红色的液体。随后，他们会以更疯狂的姿态扑向敌人。利维坦号在颤抖，我一路杀到了最底层的核心实验室。这里，透明的钢化玻璃后面，无数被病毒折磨的不成人形的实验体正在培养槽里痛苦扭动。而在实验室的中央，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正颤抖住手，试图在控制台上输入指令。克莱文博士，这个前世亲手把我解剖，将我灵魂囚禁在数据流里的恶魔，此时正像一只惊恐的耗子，缩在防弹玻璃后面。林默，你不能杀我，我是唯一知道美杜莎原始代码的人。克莱文对着话筒狂吼，声音在空旷的实验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我走到防弹玻璃前，看着他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原始代码！我举起晶体剑，剑身上的高频震动让周围的空气都开始扭曲。我不需要代码，我只需要你死。我猛地挥剑，号称能抵挡导弹轰击的防弹玻璃在晶体剑面前脆弱的像一张薄纸。哗啦一声，玻璃粉碎。我伸手扣住克莱文的脖子，将他整个人从控制台后面拎了起来。告诉我，执旗人在哪？他在深海。克莱文犹豫窒息，眼球开始向上翻，双手拼命抓挠着我的手臂。就在这时，大厅中央的巨型屏幕再次亮起，金色面具男人依然稳坐在椅子上，他看着我，甚至还优雅地端起了一杯红酒。林先生，你总是能给我惊喜。他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座实验室，那就和他一起沉入海底，去见证真正的神迹吧。利维坦号底部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闷响，整座巨大的钢铁平台开始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向一侧倾斜，冰冷的海水疯狂灌入底层。克莱文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我随手将他像垃圾一样丢进上涨的海水中，转头看向屏幕，你逃不掉的。我对着屏幕一字一顿地说道，逃。金色面具男人轻笑，我只是在深海为你准备了更好的目的。屏幕熄灭，实验室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只有海水灌入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站在不断上升的水位中，感受着平台的沉默。我没有惊慌，而是从怀里掏出了那个从地堡带出来的通讯器。沈静，抓捕计划开始。我看向实验室深处，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合金箱子，正随着海水漂浮。我们要捕获的不是利维坦。我看向脚下深不见底的黑暗，眼神中透着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是那头藏在利维坦下面的真神。远方的海面上，一艘巨大的潜艇破浪而出，黑漆漆的发射管已经锁定了下沉的平台，但发射的不是导弹，而是数十枚巨大的电磁抓钩。这一场复仇才刚刚进入真正的深水区，海水彻底没过了我的头顶。在黑暗的深海中，我看到了一双巨大的散发着幽蓝光芒的眼睛，正缓缓睁开。冰冷的海水像无数根钢针，顺着防咬服的缝隙往骨头缝里钻。随着利维坦号沉重的残骸向海床坠落，四周的灯光一盏盏熄灭，最后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死寂。水压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肺部的空气被一点点榨干，每一次心跳都能听到耳膜传来的鼓胀声。在那双巨大的
幽蓝眼睛面前，我就像一粒掉进深渊的尘埃。那是美杜莎的本体，也是克莱文口中所谓的真神，一个被病毒彻底改造、体型超过100米的深海异形。他就蛰伏在平台的正下方，吞噬着实验室排出的废料，直到这一刻被沉默的震动唤醒。他动了，暗流在黑暗中疯狂涌动，像一堵无形的墙撞在我的胸口。我被这股力量掀飞出去，后背重重地砸在一段断裂的输油管上。我没去管喉咙里翻涌的心田，反手摸向腰间的通讯器，信号灯在水下微弱的闪烁，那是特制的深海脉冲信号。动手这2个字被海水稀释，得模糊不清。但在几百米外的海域，那艘早已待命的黑色潜艇收到了指令，数十枚巨大的电磁抓钩带着长长的合金缆绳划破漆黑的海水，像是一张巨大的蛛网，死死扣在了沉默的利维坦平台上。潜艇的引擎在深海中发出低沉的咆哮，螺旋桨带起的涡流将泥沙搅得一片浑浊。他们不是在救平台，而是在给这头巨兽套上枷锁。林默，你疯了！你想把它拉上去？沈静的声音在无线电里变了调，带着滋滋的杂音，那是自寻死路。利维坦沉了，美杜莎的代码就在这怪物的脊髓里。我吐出一串气泡，手脚并用地爬向那个漂浮的合金箱，拿不到它。这一世，我们依然会死。巨兽似乎察觉到了那些缆绳的束缚，它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那声音不像生物，更像是地底岩层断裂的轰鸣，震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移位。它巨大的触须猛地一挥，几公分厚的钢板在它面前脆得像纸，瞬间被抽得扭曲变形。就在一根触须带着万钧之势朝我砸来时，一道暗红色的身影从上方掠过，是老猫。它在水下的动作迟缓，但力量大得惊人。它死死抱住那根触须，手中的战术匕首疯狂地刺入巨兽那层厚实的胶质皮层，暗黑色的血液在水中散开，像一朵盛开的墨莲。走！老猫的通讯器里只传出一个字，它是逆火战士，没有痛觉，没有恐惧，只有执行到死的指令。我咬着牙，借着老猫争取的几秒钟，猛地蹬在钢架上，整个人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那个合金箱。我的手扣住了箱子的把手，与此同时，潜艇的拉力达到了极限，合金缆绳被绷得笔直，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巨兽被彻底激怒了，无数颗扭曲的人头在它的表皮下蠕动，那是前世被投入深海的数万名实验者。这才是美杜莎的真相，它不是病毒，它是人类恶念的集合体。启动电磁脉冲，我对着通讯器狂吼，潜艇前端的发射器亮起刺眼白光，一道狂暴的电流顺着合金缆绳，在0点几秒内传导到了整座利维坦平台上。巨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巨大的身体在电流的冲击下剧烈痉挛。我也被这股电流波及，整个人瞬间失去了知觉。在意识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看到潜艇的舱门打开，几名穿着深海潜水服的战士正朝我游来。当我再次睁开眼时，耳边是医疗器械平稳的滴答声，空气中不再是咸腥的海水味，而是淡淡的消毒水气息。我转过头，看到沈静坐在床边，她正低头擦拭着那把沾满血迹的军用匕首，右手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老猫呢？这是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沙哑的不像人声。沈静的动作顿了一下，她没抬头，声音低沉的可怕。利维坦彻底碎了，他在最后关头把缆绳锁死在巨兽的刺上，潜艇只来得及把你和那个箱子带回。我看着天花板，心口像是被塞了一团进水的棉花，堵得难受。箱子里的东西拿到了吗？沈静站起身，走到一旁的桌子上，推过来一个透明的储存卡，代码拿到了，但有个坏消息。他点开旁边的投射屏，画面上不是利维坦，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潜艇外围监控。在潜艇后方几公里的海域，那双巨大的幽蓝色的眼睛正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他没死，而且他似乎记住了我的气息。沈静看着屏幕，眼神里透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在进化，他现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潜艇的巡航极限。我撑着身体坐起来，扯掉手背上的输液管。他不是在追潜艇。我看向那张储存卡，眼底闪过一抹狠厉，他是在追他的心。执旗人把控制逻辑写在了代码里，只要代码在，他就是一条甩不掉的疯狗。舰长，后方目标消失了。雷达员的声音在频道里惊恐地响起。他出现在了我们正下方。我猛地看向脚下的地板，一种极其细微的，像是指甲划过钢板的声音从潜艇外壳处传了上来。他上船了。我抓起枕头下的晶体长剑，翻身下床。沈介，准备进站。我看向舱门，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癫狂的兴奋。既然他想玩，那我们就把这艘潜艇变成他的屠宰场。舱门处，厚重的钢板开始缓缓向内凹陷，一只带着粘液的巨大触手正顺着通风管道一点点挤进来。克莱文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2个漆黑的孔洞。随着触手的蠕动，他嘴里喷出一股带着硫磺味的粘液。林默，你以为拿到了代码就能掌控它？克莱文的声音不再是人类的频率，而是混合了潜艇钢板摩擦的刺耳声。他在渴望你身体里那股被强化的基因。
我没有接话，右手稳稳地握住晶体长剑，剑柄传来的微弱震动顺着掌心传遍全身。沈进，退后！我低声下令。沈进没废话，他反手抓起旁边的一罐干粉灭火器，身子贴在舱壁上，手指死死扣在保险销上，触手猛地发力，原本加固过的合金通风口像纸糊的一样被撕裂，更多的粘稠肢体挤了进来。潜艇内部的灯光忽明忽暗，发出啪嗒啪嗒的短路声。克莱文那张脸猛地凑到我面前，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我动了，没有试探。长剑带着高频的风鸣声由下而上划出一道冷冽的弧线，晶体剑刃切开，肉体的声音并不清脆，反而带着一种切开坚韧橡胶的沉闷。噗嗤，触手被斜着切掉了一半，暗绿色的血液溅在甲板上，冒起阵阵白烟，竟然带有强烈的腐蚀性。被切断的触手在几秒钟内就开始疯狂长出肉芽。沈进，喷他！我大喝一声，漫天的白色粉尘瞬间覆盖了触手的视线，同时也干扰了他对热源的感知。我猛地拧动剑柄，高频震动在一瞬间将那张脸震成了肉泥。然而还没等我松口气，脚下的地板突然剧烈颤抖起来。舰长外壳受损严重，水压正在突破第2道防线。雷达员的惨叫在广播里响起，紧接着潜艇尾部传来一声闷响，整艘船开始疯狂向左倾斜。我稳住重心，看向被我刺穿的地方，肉泥在蠕动，无数细小的红色丝线顺着剑刃往我手上爬。这不是克莱文，这是美杜莎的神经末梢，他在通过这种方式入侵潜艇的控制系统，他想吞了这艘船。沈进丢掉空掉的灭火器，拔出腰间的配枪，对着那些红色丝线连开数枪，子弹打在丝线上，只能延缓它们的蔓延，根本无法根除。去驾驶舱，我收回长剑，抹了一把脸上的粘液。沈进，把所有手动阀门锁死，我们要强行排空压在舱。浮上去，浮上去！那怪物就在下面盯着，浮上去就是靶子。沈进一边跑一边喊：不，我们要的不是逃命。我看向那张带回来的储存卡，眼神冷得像冰。我要借用卫星的激光打击，把这片海域彻底净化。潜艇内部的警报声已经连成了一片，冰冷的海水开始顺着缝隙往里灌。我冲进驾驶舱时，主屏幕上满是雪花，但在那混乱的图像中，依然能看到一团巨大的黑影正死死缠绕在潜艇的尾部。巨兽那双幽蓝的眼睛正隔着厚厚的钢板死死地盯着我，他在笑，他知道我想干什么，而且他并不打算阻止。我手指飞速在键盘上跳动，输入了那串从克莱文脑子里挖出来的终极代码：警告，检测到大规模能量聚集，卫星轨道、武器、审判之剑已锁定，预计抵达时间60秒。沈进，把所有人都带进救生舱，立刻！我头也不回地吼道：你呢？沈进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得留在这里引导信号，这怪物的干扰太强，只有手动引导才能击中他的内核。我甩开他的手，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倒计时。走！沈进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挣扎，最后他狠狠捶了一下墙壁，转身冲向后舱。潜艇开始剧烈摇晃，巨兽的触手已经刺穿了动力室。我独自坐在驾驶位上，看着那些红色的神经丝线爬上了我的脚踝，一种冰冷滑腻的感觉顺着皮肤蔓延开来。克莱文的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带着一种诱惑：林默，加入我们，你会看到真正的世界。闭嘴！我冷冷的回应，手指按下了最后的确认键。倒计时：10、9、8。海面上空，云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裂，一道直径数米的炽热白光穿透了黑暗的夜空，直指这片波涛汹涌的海域。就在白光即将落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潜艇底部的巨兽突然松开了束缚，它并不是害怕，它在蜕皮。那一层巨大的肉山在光芒中消融，一个只有人类大小的身影正顺着被撕裂的潜艇外壳悄无声息地钻进了舱内。我猛地转头，在驾驶舱的阴影里，一个浑身赤裸、皮肤苍白如纸的男生正静静地看着我，他的长相竟然和我一模一样。哥哥，谢谢你帮我解脱。他开口了，声音清脆悦耳，却让我如坠冰窟。轰！白光彻底吞噬了潜艇，耳鸣声像是一根烧红的钢丝穿透了我的大脑。视网膜上残留着那道致命白光的虫鸣，四周不再有潜艇引擎的轰鸣，只有海水沸腾的咕嘟声和金属扭曲的身影。我还没死，审判之剑精准地贯穿了潜艇的动力舱和下方的巨兽，但爆炸产生的气泡和高温将驾驶舱所在的这一节残骸推向了海床的边缘。我费力地撑起上半身，防咬服的表面布满了胶痕，手心的皮肤和长剑的柄粘在一起，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哥哥，你醒了。那个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在狭窄倾斜且灌了一半海水的舱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我猛地转过头，在忽明忽暗的应急红灯下，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男生正蹲在仪表盘上，他身上不着寸缕，皮肤白得像是在实验室里漂白过的标本，那双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2团微微流动的幽蓝色光晕。我没有说话，右手颤抖着横起晶体长剑，剑尖指着他的喉咙。你是谁？我是你丢掉的东西。
西啊？他歪着头，动作带着一种僵硬的非人的协调感。克莱文想把我变成神，但我只想变成你。他从仪表盘上跳下来，脚尖落在水面上，竟然没有激起半点涟漪。美杜莎，我冷冷地吐出这个名字，体内的强化基因在疯狂叫嚣，那是一种遇到天敌时的本能恐惧，那是他们给我的难听名字。他走到我面前，无视了抵在他锁骨上的剑尖，他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脸上被划出的血痕。哥哥，这艘船要彻底碎了，你想带着那个箱子活下去，只有我能帮你。我看向角落，那个合金箱子正卡在变形的座椅下面，那是换回沈静和老猫性命的唯一筹码。沈静在哪？我死死盯着他。那些小虫子，他们在白光落下来之前就坐着那个铁罐子飘走了。他咯咯地笑起来，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天真。但如果你现在不去救他们，他们很快就会被海里的孩子们吃掉。外面传来了密集的撞击声，那是利维坦平台沉没后，无数变异的深海生物被血腥味吸引而来的动静。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易。他凑到我耳边，冰冷的呼吸喷在我的颈侧。我帮你把箱子送上岸，你把你的身体借给我一半。滚！我没有任何犹豫，手中的长剑猛地向前一送，他的身体像是一团散开的烟雾，又在几米外重新聚拢。哥哥，你还是这么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随后身体开始迅速拉长变形，无数细小的红色神经丝线从他的毛孔里钻出来，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那就让我看看，没有我，你能不能游出这片3000米深的地狱？轰！驾驶舱的最后一层钢板终于承受不住水压，彻底崩碎。冰冷的海水带着千钧之势灌了进来，我憋住最后一口气，猛地扑向那个合金箱，将它死死扣在怀里。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足以把人挤成肉饼的水压瞬间降临。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的腰，带着我飞速向上穿梭。那感觉不像是游动，更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强行拽离海床。在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那个男生化作了一道幽蓝色的光晕，正拖着我和箱子在满是变异海怪的深海中杀出一条血路。他的动作残暴且高效，每一个挡路的怪物都会被那些红色的丝线瞬间吸干。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上正缓缓裂开第3只眼睛。哥哥，记住了，这一世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感觉到肺部快要炸裂的刹那，我的头猛地冲出了海面，新鲜但带着硝烟味的空气涌入气管，我剧烈咳嗽着，死死抓着合金箱，趴在漂浮的甲板残骸上。海面上到处是燃烧的残骸，利维坦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巨大的漩涡在环岸上平复。不远处，一艘救生艇正摇晃着朝我驶来，沈静嘶哑的吼声从那边传来。小莫，是林默。我松了一口气，转头看向身后，海面上空空如也，那个男生消失了。我低下头，看到自己的手腕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圈暗红色纹路，像紧紧箍住皮肉的镯子。它在皮肤下微微跳动，发出只有我能听到的低语。代码融合成功。我闭上眼，感受着体内那股爆炸般的力量。执旗人克莱文，还有那些躲在阴影里的畜生，你们准备好迎接真正的美杜莎了吗？就在这时，沈静的手拉住了我。我抬头看他时，沈静的动作却僵住了。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惊恐。小莫，你的眼睛。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我的眼角正缓缓流下一行幽蓝色的液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这是进化的开端。